普珠先生既然到了，何必藏身？外面水冷风急，还请躬身入局，尝一尝唐某亲手准备的好酒好肉。是普珠先生。在下屈手借了唐公子的酒肉，怕是消受不起，还是寄给冉清派那些枉死的性命。先生认为是我杀了那些人，就算非唐公子，也与你有关。实属一叶障目。还是说，普珠先生与中原剑会，甘愿被这新鬼酒新丸戏弄？一剑断尽世间人，13楼中沈狼魂。这就是你要我看的证据。陆生，西风斩荒火。剑王一直在我身边，你是何时与他交的手？很奇怪吧？普珠先生怕是中了于其风的诡计。于其凤杀人灭口本不稀奇，可死的不会变成活的。于其凤总有败露之日，是以唐公子故意带我去了天焰剑壁，为的就是逼于其凤动手，在公审之前出手架我。而普珠先生正好就成为这个目击者。为了证明我追的那个沈狼魂是假的，就得让自恃聪明的于剑王为沈兄制造一个不在场证明。沈狼魂。好一个将计就计！硕鼠偷食，有没有可能被猫捉住，又恰巧同时禁锢在捕鼠夹上？自是不能。那被捕鼠夹夹断尾巴的老鼠，不是猫儿手上的那只。这也只是唐公子一家之言。在下不为洗脱嫌疑，只为普珠先生知道另有可疑之人，不可只盯着唐某。难道先生不想知道今天你没抓住的那只老鼠来自何方吗？明日午时，剑王城湖心亭，另请唐公子一回。先生来去匆忙，昨夜言未尽，只得今日讨人。在公子狡辩之前，
普珠，有几个问题请教。先生，请说。郝文侯血案，以公子之能，只要早些出手，杨尚卿不至于被杀人灭口，江城也不是非死不可。与星鬼九星丸有染，于他们而言，只是早死晚死的区别。雁门之事，即使是江门主也奈何不了公子。公子自愿入雁门囚笼，是要引风流殿出手。若非如此，如何能引出于气凤这条大鱼？那你可曾想过，钟姑娘与你身边之人因此涉险，雁门因此涉险，这当中可能牵连无辜？被星鬼九星丸毒害的人，难道就不无辜？牺牲无辜，拯救无辜，并非正义，更非英雄所为。唐某并不是什么英雄，也从来不自诩正义。这些在真正的阴谋诡计面前，都是些无用的东西。诡辩至此，冥顽不灵。还请公子即刻离开剑王城。至于于气凤勾结风流殿一案，在下自会亲自查证。哦，这么说来，先生已经知道另一只老鼠来自何方了。风流殿的下落，先生与中原剑会的少剑主也一直在寻找，却一无所获，对吗？想要找到风流殿背后主使，你少不了我。至于其余的事情，唐某不感兴趣。所以，旁人生死，公子不在意。你可以牺牲所有人，只为逼出那一个。草菅人命，有你在此，后患无穷。道不同。也可为谋。你我在此谈论这些无用的心计之时，那幕后主使或许已经有所行动。若城中风云再起，此番罪过究竟算是唐某的，还是先生的？
请公子让在下把把关。可探出了什么？心急入骨，气脉已断。你既已时日无多，何必？唐某不比先生心境，没有普济众生的觉悟。若想活命，就一定要找到风流殿的主使。他能救你的命？自是不能。那你所求为何？他不能，但找到他，能。我与先生既非对立，便可合作。否则两败俱伤，只会让星鬼九星丸继续流夺天下。你做的每一桩事，都是为了救自己的命。恰因为唐某只关心自己，所以与先生所求并无矛盾。我为何要与世事无心之人同谋？非常时，行非常事。若事事论心，则事事无成。普珠先生与邵建筑，你们用光明磊落的手段找不到的证据，于唐某而言却并不难。就这一点，便足以让先生动心。狂妄！唐某自是有狂妄的资本，否则先生也不会亲自来探我的虚实了。中原剑会内乱，邵建筑欲从剑王城入手，扫清风流殿，却缺了把趁手的剑，对吗？唐某并不怕恶名，就这点特质，于你们而言正好合用。只是剑锋所指，只能是我所想的方向。先生若还不相信唐某，不如我们打个赌。什么赌？剑王城内所有服用邪丸者的名单，以及于气凤贩售星鬼九星丸的证据。今晚我会将名单与证据亲手奉上，而且绝不伤及一名无辜。你欲如何？换先生配合唐某的行动。除此之外，先生不得插手干预剑王城城内其余之事。你不与我联手，反倒要我不再插手，赌什么？先生若插手剑王城之事，便是先生输了。反之，若唐某未能将名单与证据交给先生，或者在捉捕于气凤的过程当中伤及任何一名无辜，则是唐某输了。若唐某输了，就由先生交于中原剑会，任凭处置。